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军，大家可以叫我少校。感谢大家百忙当中来观看我录制的 SketchUp 2022-2023高级教程。本套教程分为3篇，上篇是基础入门篇，中篇是进阶提高篇，下篇是案例实战篇。SketchUp 这款软件目前在设计界有它的特点与优势，大家不用纠结学哪一款软件，选择合适自己的工作的软件即可。那 SketchUp 目前在规划、建筑、景观、室内、文化广告、展厅展馆、舞美、婚礼等方面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，但它也有劣势，很多问题 SketchUp 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。那么作为 SketchUp 爱好者，我们不能变成狂热者，不能认为 SketchUp 什么都是最好的。在某些方面 SketchUp 的能力还是非常弱的，我们要充分认识它的特点，把它的长处变得更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需要的是一款有特点的软件，而不是一款万金油软件。目前 SketchUp 的特点我认为有4个，第一个是建模快，第二个是修改快，第3个是渲染快，第4个是出施工图快。当然这里要提一下 SketchUp 的发展，在2000年的时候 SketchUp 由 Illustrator 公司开发出来，经历了 1.0、2.0、3.0、4.0、5.0 版本，到了 6.0、7.0、8.0 版本由谷歌公司开发，因为2006年被谷歌公司收购，他在谷歌手上开发出了 Layout、3D Warehouse、动态组件等。也正是这个时候 SketchUp 在全球变得非常热门。到了2013、2014、2015、2016、2017、2018、2019、2020、2021、2022，它由天宝公司开发，因为2012年 SketchUp 被天宝公司收购。那么天宝公司对 SketchUp 也做了大量的开发，比如 SketchUp 2015版本开始就出现了64位版，让性能大幅度提升。再比如 SketchUp 2021版更换了蓝色系的 logo， 更加天宝化，而且出现了模型压缩功能，让模型内存更小。那为什么要提发展史呢？这也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 SketchUp， 因为早期的时候没有 Robbie 插件，也不能渲染。那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利用多边形建模或者借笔建模，完成 Poly 建模、曲面异形建模等都变得非常简单了。渲染方面也有了大量渲染器来兼容 SketchUp， 已经今非昔比了。所以我们在选择 SketchUp 版本上尽量安装较高的 SketchUp 版本。当然，因为每个版本它的主要功能和性能差别不是特别大，从工作的稳定性和学习软件的角度来看，其实您安装2020、2021、2022以及未来要发布的 SketchUp 2023、2024版本都是可以的，都可以适用本套教程的学习。那为什么要选择较高版本 SketchUp 来使用呢？除了功能比较完善以外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较高版本它的性能有了较大的提升。从这个表格来看，我们将 SketchUp 4.0 到 SketchUp 2018版本用 Windows 10的操作系统测试100兆的模型，打开速度可以看到 4.0 版本的打开速度是29秒，到了 SketchUp 2018版本，它的打开速度变到了13秒。如果我们测试大模型的话，我们用 Windows 11的操作系统打开 1.5 GB 的模型，我们可以看到 SketchUp 2019版本打开模型的速度是2分13秒，保存速度是1分40秒，炸开模型的速度是1分30秒。当我们使用 SketchUp 2022版本，
打开 1.5G 的模型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打开速度是1分30秒，它的保存速度是53秒，炸开模型的速度是51秒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性能上面呢有了较大的提升，也可以看到 SkyChap 2022版本是近4年来在性能上有较大提升的一个版本。当然，并不是说版本最高就什么都最好，比如说软件的内存，从 SkyChap 4.0 版本的16兆到 SkyChap 2022版本的252兆，可见在反轻量化的路上越走越远。当然，随着电脑硬件性能的提升，所以这个变化呢，并不会对我们的学习和操作造成影响，所以我们可以忽略这样的一个变化。那我个人呢，也是长期在一线从事教学工作，很多朋友找不到好的一些教程，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学习 SkyChap， 我在2014年开始录制推出了 SkyChap 2015完全自学教程。可能很多朋友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认识我的。在2018年，我又推出录制了 SkyChap 2018高级教程。很多朋友学习了建模思维、多边形建模，知道了模型轻量化。当然，这套教程出于某些原因，更新到3章以后呢，就停更了。您可能没有等到更新，却等来了2022年我最新录制推出的 SkyChap 2022-2023高级教程。那这套教程呢，将会以连载的形式进行更新，将会全部更新完。那 SkyChap 2022-2023高级教程呢，分上中下3篇。目前您看到这一讲就是上篇基础入门篇。那本套教程更新的每一讲都是花了大量时间的准备和录制，有些难免讲的不对您的胃口，或者出现错别字等问题，还请大家海涵，不喜勿喷，默默划走即可。SkyChap 的学习之路，您可以分成2步走。第一步是学习基础，即学习上篇。学完上篇就等于学会 SkyChap， 那80%的模型应该都可以做出来了，基本的工作就可以胜任了。上篇的学习建议学2遍，第一遍纯看，能消化吸收多少算多少，第2遍就一边看一边跟着里边的案例实操，根据教学经验2到3遍的学习就可以收到非常好的学习效果。学习的第2步就是学进阶，这个就是我们本套教程中篇的内容。那这一步呢，就要开始学习插件了。那这里我们不多说，到了中篇开篇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详细的解析。当然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您可能会遇到不少的问题，这些问题您都可以问我，少校将免费给您辅导答疑。您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，我的个人微信号是 SkyChap 西雅，即 SKETCHUPTHEA， 或者给我发邮件，我的个人邮箱是272447833@qq.com。那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是少校，这里是中国成都，祝大家开心快乐，过好每一天。